飞的，喂，好了吗？来，快，等你好久了。哎呦，好丰盛，好丰盛，哇，这什么这么复杂？这道菜是有点桌边服务的。哎呦，哦，注意看，这个是主菜，是那有一个配菜的部分，来摸这边。这里吗？你怎么这么有讲？是我们现在服务至上，在转型。OK，来，这道菜一定要花一点时间。哎，怎么觉得有点西式？因为它这底下是面包吗？它是炸过的面包。哎，你这有点墨西哥。对，墨西哥。上面有那墨西哥辣椒。对，它是有点墨西哥。所以我们平常用那种什么三角脆片，你用面包去取代吗？对。因为我们是热炒店，就对，又要有点吃得饱。这个我觉得大家有点看不太出来。来，我帮你用一下，好来。要周边服务的。周边服务的。所以我刚刚才会 Q 一个你们要摸，结果没有人摸。有我摸了吗？不太好意思。你有种再推荐啊？你摸左边，这边是蝴蝶，这边是鸡肉。我是要鸡肉，你是要鸡肉，不是要蝴蝶。你要赶快练一下。借我摸一下蝴蝶的部分。蝴蝶的部分不好。因为 Fred 本身他有在运动，有来看得出来他的身材非常好。好了，你要不要帮我们服务？还能用什么？这是夹哪边的肌肉？胸肌的部分。但是说到运动，樊姐私底下很喜欢运动。对，我是属于，其实我是还蛮运动挂的一个人。对。我在这边要爆一个小料了，因为我跟樊姐一起的运动群组就有3个，而且这3个都是不同的球类。对。桌球、排球、羽毛球。你们真的很厉害，好热血。没有，我们就先加。你知道加群组是这样子，你加了这个运动群组，你就觉得你好像有运动。就跟感觉已经有打卡了。很多人订阅 Fred 的频道，说我订阅他的频道，我仿佛就会做菜。对，是这样子的意思。节目没有在要求要学会，对，因为我们主打就是学不会。喂，太烂了吧？但是我们真的有一起打羽毛球，我们之前还去比赛。有啊，我常常看到他晒图啊，我就想说，哇，你们好热血哦。对，因为像我是从学生时期就是会去打排球的，以前有在校队这样子。了解。然后，所以排球是我打最久的。排球我没办法。羽毛球啊，加入我们。羽毛球是不是？羽毛球有机会。对，因为你不是以前有打过羽毛球？国中的时候。如果你想要体验一下香汗淋漓的男性的话，你可以跟 Fred 去打篮球。可以。我应该没带。对，我们工作。我请问一下，你打篮球这个钮是什么？没有做假动作啊，香汗淋漓嘛，假动作。然后那个我看就。我很想听，我跟你讲，我真的看过所谓的什么叫香汗淋漓，就是在那个西班牙的时候 ，Flamingo。对，那个 Flamingo，我们是真的在西班牙看，然后他们就是他们其实是有一点点刻意啦，让汗。对，他们有洒水，对，也有洒水，然后所以他每次一个甩法的时候，那个水花会，那个真的很漂亮。是 boy 还是 girl？ 男女都有，都有。可是男生就是比较长发嘛，对，他那个真的是很漂亮。天哪！他又要展现他的肌肉线条跟甩法的那个动作，有没有？除了厨师之外，你另外一个发展去学 Flamingo。然后把肌肉。唯一的缺点就是头发少了一点。没关系，现在那个接法都很方便。接法很方便，那可以这样。所以那当下会有恋爱的感觉。那一当下就是会觉得我好帅，好有魅力，心跳加速的感觉。心跳加速，就觉得他真的跳得很棒，然后那感觉很震撼，很震撼啊，很震撼。所以我们连上菜都要炒鸡肉，鸡肉帅哥厨师。啊哈，谢谢。面包夹上面的肉，还有这个墨西哥辣椒，所有东西墨西哥辣椒啊，你这样夹着这样。有酸黄瓜，墨西哥辣椒，那那个酸味是来自于就是墨西哥辣椒，都有，它还有柠檬的酸，然后我是用墨西哥豆泥去做的这道菜，了解，所以你吃到那个比较滑顺的感觉是豆泥。我觉得我最喜欢吃的就是像 Fred 做这种料理的时候，它的那个面包，吸饱了那个它的酱汁的时候，那面包就已经升华，不再是一般的面包，真的。其实做这道菜就跟做音乐一样，是吗？因为我为什么选择墨西哥料理，其实就是像很多的音符、律动、节奏才能结合成不同层次感。它墨西哥料理其实也是一样，它用了很多不管是酸辣、甜香，
然后还有很多的香料去堆叠，所以才能成就一个墨西哥料。所以我觉得它就跟做音乐一模一样，很有层次。对。而且我故意还是2种辣不一样，就是川味它比较偏麻，不是辣。那墨西哥的辣会偏酸，对，酸辣。哎，真好哎，而且它来的比较直接。对，还是这样子。可以啦，那今天既然2位都来了，我们想要测一下2位的恋爱观。哦，好啊，好不好？首先呢，这个是游戏是讲非常快速的2选1，请问不用想太多，不用想太多，直接2选1。选傲娇猫系还是温暖狗系？温暖狗。傲娇猫。哎，如果养宠物，你是不想养猫啊？对，你看我们2个人这个个性就不一样。我是养狗，狗也很可爱，但是呢，我比较觉得猫好像我也可以不管它也 OK。我不行，我会希望那个狗对我很热情，所以你知道我每次回到家，我都觉得自己是天王巨星，因为它一定会很热情的迎向你，然后就是发出它能够发出的所有声音，最兴奋，对，最兴奋，但它也最生气，是，它可以同时生气又很兴奋。你怎么回来？现在才回来？对，所以我就觉得哇，它太可爱，它怎么有办法在同一个时间做到2个情绪？它在迎接你，但它又很生气，那你的狗还蛮好，我的狗是它会很快乐来迎接我，然后它的生气是用客厅那间脏乱来的，是吧？你懂我意思？就是你出去的那段期间，我可以看到它生气的情绪在于就是满地的卫生纸，但是它的人是很快乐，仿佛它忘记它刚刚做过。是。那第2题来喽，好，是大8岁的年上男，另外一边是小8岁的年下男，请选择。大8岁，我也是大8岁。哦哟，喜欢年龄比较稍长一点。你知道我之前在玩那个网络交友的，就是我们公司同事可以聊的。因为那就是我的工作啊，我们同事叫我去下载那个网络交友的软体，然后要我线上交友，交友之后要把一个人，对，要把一个人约出来约会，那就是我的任务。我花1个礼拜的时间跟大量的人聊天，然后最终我要挑一个人出来约会。有一个人很想要做这个任务，对，我很想。如果这个是任务的，如果是工作的话，你老婆是 OK 的吗？他会先看那个通告费，再来决定，再把你卖掉。但是我觉得这很厉害，这很特别。就我同事他们想的，可能想说，因为我资单女嘛，单身那么久了，所以他们就想要帮我制造一些机会，然后看看我去玩这个东西会玩成。谁在交友软体上滑到周会相信它是真的？但慧姐，重点还很多人不认得我。你像你这种玩这种第1句话，你要怎么样去突破这个？你好，我是周慧。没有，其实因为我知道我是在工作，所以我就没有那么主动。那所以我通常都是被动的等人家来跟我打。其实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是很有趣，我觉得很好玩。那我要讲的是大8岁跟小8岁这件事，因为通常系统会自动帮你设定你的年龄上下加10岁。可是我想说他太年轻，我就没办法，所以我后来就自动把那个年龄缩小成上下5岁就好。我没办法，对，我觉得年纪太小5岁还可以，如果超过5岁，我也会觉得。你会怕就是时代不同，讲话的成长背景会不太一样。有可能啊，不晓得，这大家还是要相处过后嘛，但是会有一些。怕体力跟不上。不会啊，为什么？我不知道，我就聊天嘛，搞不好就是药物这么发达，你怕什么？我是说不是那个体力，我是说他如果要一直出去玩这种的，那你们几个这不会，我觉得没有，你出了名的土拨鼠啊，挖坑给他跳，你出了名的土拨鼠，大家都很怕。好，那下一题是有脸没身材，另外一个是有身材但是没有脸。我选身材，我选脸，因为我的理由就只是身材可以练啊，脸不能，还可以去整形。对呀，现在什么事情办不到？可是你知道看整形的时候往我这边看。我觉得身材能够维持这样子的人，他必须很自律。可是他有可能是太闲了，所以他只能都一直在练。可能有些人事业有成，所以他忙着事业，所以他就没有时间去练了。那像你这样子事业有成又练得好又有颜值的男生，那就代表时间管理非常厉害。时间管理大师。时间管理是啊，我们都会这样子嘛。这样子，我们都会这样子。顺势已经在练。顺便练呐，加什么事情放回去？不要玩食物，这不是你们教我们的吗？没有，我们也是这样子啊。OK， 可以练。好了，我们想办法啦。
姐妹俩互相陪伴，又活出各自美丽的人生道路。弯弯的月光下，涵涵能够接受 Maggie 的心意吗？对拥抱的温暖依然纠缠，对已知的答案期盼转换，轻轻唱个梦，换来不安的作伴。单人床，双人被，填充情绪的泛滥。对直觉的果断想阻拦很难，对可贵的喜欢是否勇敢？声声唱着慢，就永远想不起船帆。一张嘴3个字，不如就明目张胆。需要一片海洋，接纳承载的浪漫，承载每份孤单。亲吻那止不住破碎的呢喃，需要一种偏方，抑制过分的敏感，存在每个夜晚，对抗风吹来你的消散。对直觉的果断想阻拦很难，对可贵的喜欢是否勇敢？浅浅藏着爱，等着你不经意来打翻。好与坏各参半，放肆的碰撞试探。需要一片海洋，接纳承载的浪漫，承载每份孤单。亲吻那止不住破碎的呢喃，需要一种偏方，抑制过分的敏感，存在每个夜晚，对抗风吹来你的消散。需要一片海洋，接纳承载的浪漫，承载每份孤单。亲吻那止不住破碎的呢喃，需要一种偏方，抑制过分的敏感，存在每个夜晚，对抗风吹来你的消散。我上次自己在回想一些过程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哎，对耶，我以前唱的很多歌都是告诉我受伤的时候有多难过，是，可是却没有人教我怎么疗伤。哦，所以我这一次的专辑就是在探索那个疗伤过程里头。慧姐有发行最近新的一个专辑了。哦耶！
对不对？破燃率的部分。对，距离我上一张全新的音乐作品有7年。怎么会呢？因为我上一张是翻唱，对，然后这次就又做回新的音乐作品，然后去年也办了《漫步月光下》的演唱会，所以虽然说去年好像哪儿都去不了，然后也大家有点人心惶惶的，可是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大家因为越来越担心，反而很需要音乐的慰藉？我觉得是需要的，因为音乐在陪伴上面是具有相当大的作用。对，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不管是新的音乐作品也好，到演唱会，我觉得就是从一种生活面去跟大家分享，不再只是讲爱情这件事。对，我这次有觉得说，会有很多不太一样的东西。对，我觉得像我们这样单纯只是唱歌的歌手，很需要生活体验No life, no music。对，我觉得是，因为如果你没有自己去体验过的话，你可能没办法那么精准又到位的去诠释。像早期。我虽然唱很多失恋的歌，可是其实我恋爱的经验不足啊。是。那个时候你只能靠幻想，去想象那个剧情应该是怎样，然后甚至你用演的方式去唱歌。可是这次办演唱会，我即便再回头唱20年前唱的歌曲，我发现我不需要再演了。诠释的感觉不一样。比较真的能够在那个里面。对，因为你经历过几次。对。经过几次失败的恋情之后，你会发现说，原来他痛起来是这样子，你不用再去幻想那个痛是什么，会直接的诠释出来。对，那个口吻是不用学也不用教的。对，我也觉得现在唱歌好像跟以前感觉不一样了，以前会比较可能不知道。会很想说，这歌我到底要怎么处理？那现在当然歌还是要有自己的诠释的方面，可是觉得好像比较能够很快进入那个感觉，然后有一些更多的想法，知道怎么样去唱。那我这次也是在新歌里面，就是有一些，因为我前面已经有一些歌是有在网络上面已经有推出了，那后面还有一些是。到时候整张专辑一出来的时候，再让大家听到。那我觉得在更新的这些歌曲里面，有一些也是我很开心有跳脱出来爱情这件事情，跟我刚刚没有听在麦牛那有跳舞，这个历练的是比较特别一点啦。不是哦，不是，很类似舞曲哦，有节奏，接近有节奏的东西，有对，因为最近才刚录完，所以我就特别有感觉。这次呢，也谢谢就是公司有给了我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我真的可以真的去跟一个比较是制作 hip hop 音乐的制作人。所以这次 ANI 你也有参与一起的讨论。对啊，我觉得很兴奋，这一次可以给大家听的，真的风格的。对。之后有什么还想要挑战的吗？演戏是先不要。我还蛮想演喜剧的，但是其实喜剧我知道很难演，因为之前就是算是有试过那什么节奏节拍啊，这其实蛮难。但是因为以前就觉得很喜欢看贺岁片，好喜欢看那些无厘头的。你再多演音乐剧，演我的 MV 就好。让我唱到。怎么了？这是马上有人邀约你，马上就不是。我刚刚说可以，这是一个什么喜剧节奏？过了，好，可以吗？你刚刚那个呛，在这个镜头也是非常。你知道我的重点就是说，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比如说像这样的私底下聊久一点，大家会比较看得出来我是一个什么样子个性的人。然后很多东西就是我没有办法马上就讲出来或表现出来，可是就有一些东西它会自然，我也不知道，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但我觉得我觉得我有点不好意思。刚刚那个继续要翻桌子。但我觉得这种东西都是氛围营造的氛围，所以就是好玩的东西，有的时候节奏就会自然而然的出来。所以慧姐不讨厌演戏的话，要不要就专门交友平台？不要。交友平台专门，那我觉得可以享受一下，因为像现在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类型啊，无论是像 YouTube 主持或者是 Podcast。对，是蛮多人觉得，就是，尤其我这张专辑发行之后，可能聊到很多大量生活面的东西，是，然后就发现说，其实蛮多人喜欢听我说这个，对啊，而且还有很多强观念的书，还是说我来成立一个宗教教派，我们就签当干部喽。护法，可以，很护法。我觉得我蛮喜欢
分享我自己生活的经验。那因为是很真实发生过的，所以我可以用同理心去知道说大家发生什么事。那我是怎么样走过来的？我很愿意分享这一块。所以这个也有机会跟大家见面。我觉得就多尝试，就是生命其实很美好，就是各种东西你都可以尝试，去创一个新的事物，它带给你的成就感可能会就是比你平常日常生活的休闲放松来让你更快乐。对，我觉得那个都很有了。我最近开始写作啊，那也很棒啊。对，写专栏。哇，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棒的尝试，就是把你的思维透过文字写下来，就是分享嘛，生活上面的分享。只要能够帮助到一些人，我觉得那个感受就会是非常。没错。今天谢谢2位姐的分享，谢谢 Fred 的食物，今天真的开心，来干杯啦！干杯！林凡和周慧每一次发行作品都十分用心，散发出对表演全心全意的迷人光芒。多年之后，我也想像他们一样，依旧对生活充满热情。